那它为什么会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能这么简单吗？你给它往血管里面打蛋白质，你能让它一直活着吗？他说万物得一以生，万物得到一这个东西它才能活。物复婴儿抱养，万物它都有能量和这个物质组成，但是它不一定活。它怎么样才能活？它得到的气它就活了。也就是说有无相生，有无相生，有和无，阴和阳它是互相生的。它物质不但可以变成这个能量，能量还可以反过来变成物质。当然现在科学还没有做出来，这个老子早就知道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得一道的总谈。我今天正式在油管开宗立派，传播我这些年自己修行的一些心得，从《道德经》里提取到的关于宇宙人类最大的秘密。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从我们的名字开始说起。什么是得一？得一就是来自于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得一，那得的是什么一？这个一究竟是什么？我下面来告诉大家。老子在第42章里面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这个世界上，我查了一下所有的资料，包括百度，包括谷歌，包括各大平台，能把这事情说清楚的人基本上没有。这个世界纷纷扰扰，在网络上吵吵闹闹的，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本来不想说话的。这个左派和右派，反正我也不想再多说。但是我现在来说一说，这个在网上大量的这个说佛、说道、说宗教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搞不清楚这个道家的这个1、2、3指的是什么。那我现在来告诉大家1、2、3是什么。首先，3是表示物质，也就是说这个阴阳里面的阴，而这个2指的是能量。这个大家都知道，包括这个倪海厦老师他也说得很清楚。他的比喻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手你能看得见摸得着这个部分叫做是阴，而我这个手能够动，能够使出力气，这里面你无形的这一部分呢叫做阳。但是这个什么是一呢？一在我看来，通过我对这个道德经的研究来说，这个一就是一种无形的气，这个气就是生命的源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曾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万物首先有阴阳组成。打个比方说，你的汽车有一个铁壳子外形，它里面有汽油有电，这个汽油和电你可以把它视作是能量，那是阳。外面的这些有形的物质你摸得着的这部分呢，它就是属于那个阴。那这个汽车呢，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它是死的，当然万物皆有灵，你也可以说它是有生命的。首先我们认为它是死的，它不能自己动，它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说你一株花花草草，它是能够自己成长的，它有灵性，一只猫一只狗包括人，那它为什么会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打个比方说，现代科学来说它解释的就比较简单。人为什么活？人因为在吃东西嘛，所以活嘛。有一天他不吃东西了就死了，能这么简单吗？那如果说一个人快要死了，你给他拼命的吃东西，他吃得下吗？你给他往血管里面打蛋白质，你能让他一直活着吗？你也许打了蛋白质之后能够维持再活个8小时、10个小时，但是他能够一直活下去吗？不会，他还是会死。为什么会死？因为他没有气了。中国人说话里面有很多词里面都有气，是不是？人活一口气，是不是？发脾气，这都是气。这个气到底是什么东西？从哪里来？这个气就是生命的活力，就是道生一了。道生一这个东西他已经说了，一可以转换成阴和阳，因为一生二，一生二，二是什么？二是能量嘛，能量是由一生过来的，但是一它不是能量，一也不是道。你看他说道生一，很多网上的解释都说道生一，一就是道，那这太可笑了。这个一怎么可能是这个道呢？难道说你爸爸生了你爸爸吗？这不是太愚蠢了吗？你爸爸生的是你，不是你爸爸。你爸爸不能生爷爷，你爷爷他也不能生他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和道肯定是从属关系，就是说一比这个道的概念要小，道更大。道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解释，我们现在先说1、2、3。那这个一，这个气生了这个能量，生了2之后，2又生成3，这个能量也可以变成物质，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实现。我们现在从科学上你看不到能量转变成物质。以前有部电影那些科幻片里面，打个比方说第5元素里面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像微波炉一样的炉子里面，砰一下子它就变成只烧鸡出来了。那这种能量的转换就是它从能量转换成物质。但问题是这个能量转换成物质，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还没有掌握它。我们现在的科技可以把物质转换成能量，当然也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把这个原子弹核爆，把它的里面的一小部分的这个物质转换成能量，发出巨大的能量，它只是转变了一小部分
啊，E 等于 mc 一方，这非常厉害。但是这个物质怎么转换成这个能量怎么转换成物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道德经里早就说过了，能量和物质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有无相生嘛，有无就指的是阴阳，有无相生。但是他没有说这个有无可以生成这个气，生成一。他没有说能不能生我不知道，怎么生我也不知道，这个气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太高深了。但是他只说这个一是有道生的，道生一，一又可以生成二和三它不直接生成三，它生成二，它先生成能量，能量再转换成物质，物质呢和能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好了，大家听到现在这里已经差不多5分钟了。如果说你能听到这里，说明你是对道有缘的人，你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留言之后你可以成为我的第一批弟子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弟子当然你也可能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你也可以试着再听听看，或者说你觉得你比我更行，那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不是一个随口说道的人，其实我10多年前吧，大约在2010年左右，我就已经在梦中悟道了。但是悟道之后，我醒过来之后人感觉很快乐，觉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充满了，我不需要什么其他更多的东西。但是自那天之后，我努力的去回忆，就是回忆不起梦里面所悟的道那些具体究竟是什么。我清楚的知道，我已经明白了所有事情，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那些具体的事情是什么，只记得一件事情对，而且是这样的，在梦里是那种非常美丽、非常光亮的那种场景，但是你又说不出是什么场景。醒过来之后呢，你又想不起来了，但是你只想到一件事情，你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你要跟这个高维度的这个沟通的话，你就需要用香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经常在用的这个香、线香檀香盘香这种东西，其实也很容易理解。这个你纵观这个古今你所有的宗教里面，它都在用香料。你包括这个基督教吧，像它这种教堂里面，你可以看他们拿着一个金属球，里面就放着香料，点燃了之后，他们牧师在那里晃来晃去的。然后如果说你看我们中国的，无论是道观还是寺庙，那里面都要点香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就点那个线香，现在的话有那个大盘香，那个盘香挂在那里，吊在那里的时候就可以一个帐篷一样，非常大。你进它的里面总是香喷喷的。他们希望如果跟高维度的这个神明沟通的话，他们就用这个香，就有点像我们这个 WiFi 一样。这个 WiFi 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却可以和这个路由器连上，你可以去上到网络上去。而这个香的话，我相信它的作用就是能跟高维度的这个神明联系得上。然后呢，又过了些年，其实我身上呢有一种毛病，就是一种叫做不死的癌症。你们可能都听说过，李月春也有，周杰伦也有，就是叫做就是脊柱问题嘛，叫做强直性脊柱炎。我以前的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总觉得这个疲劳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是一直到2019年，2019年那年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平时你早上起来，首先你是直接是傲不起来的，你一定要用手撑着才能起得来，因为你直接就是像这个仰卧起坐一样，直接就把身体这个傲起来是起不来了。然后这个起来之后，就是过不了多久，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个背就开始痛，非常难受有一次我去那个足浴店里面，那个小姐给我按摩的时候，那技师就说你的背怎么这么硬，背上都基本上没有骨头没有肉了，就是好像说这个肌肉都已经僵化掉了。他说你这种情况要打针，打那个肌肉松弛针什么的，其实那些都是没有用的，你也知道。当然我没有去打那个针了。到了2019年，我实在是吃不消的时候我就让去做推拿。做推拿呢，做完之后会好一会儿，但是反正你过不了多久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过不了多久就又开始痛了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2019年发生了一件事情。2019年那年，我带着我的这个老娘和我儿子，暑假的时候去旅行，去了这个东北，然后去了那个最北端的这个满洲里，玩了一整。回来之后，我们到了这个路过小兴安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路上我们看到有一只小鹰被撞到可能是被汽车撞了还是怎么回事，就掉在路中间。我当然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是山鸡是小鹰，我当然没看清楚。他们就把车停下来，之后呢，过去一看还活着是只鹰。然后我们就把这只鹰就是放到我们一个塑料篮子里面，然后就放在这个车后座里面，
就把他们，我打算把他带到那个城市里面，交给那些动保组织啊，去给他做治疗。那鹰开始很怕我，但后来放在那里也很安静，他好像能感应到，就是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然后那天晚上，因为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给他那个安置了，就放在这个车后面。吃完饭之后呢，我就把车开出去之后，打算去买瓶啤酒啊，天很热嘛，那时候去买瓶那个冰啤酒，然后回家可以在睡前还能喝点小酒。完了之后，在一个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好像和乌兰什么什么有关系，叫什么来着？我到时候那个想起来跟大家说。那个城市反正就是离东北很近了，它已经是在内蒙和东北交界那个地方。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买完酒之后出来，我就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那时候那个鹰和我儿子就在那个后座上。完了之后，从那一天开始，我突然意识到了，哎呀，我这个背那么难受。那当时我背已经在痛，因为我那时候带着块塑料板，就是那种有点弧形的那种像鱼骨板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可以躺在上面，有时可以缓解一下。当然它治标不治本，它不能治本。完了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就好像受到什么感应一样啊！突然意识到，我这个背它不是疲劳，它是一种病，它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一摸这个车的后座，我自从买了之后就把它这个位置这个整个背给它调高之后，它里面是非常劣质，它里面是一根钢丝拉紧了之后，就是把这个背托就是撑起来。这个时候我这个背弄在那个后座那个钢丝上，它就更难受了。这个就其实你现在就知道，它是把这个经脉阻断了，这个背后是督脉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我这个病不是因为它阻断了我才有这个病，我是原来有这个病，只是这个被这个阻断的钢丝这个平时开车给它这么一膈应着，它就更难受了。我当时原来是这个问题，首先是影响到我的背，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第一次自从调上之后就从来没放下过，给它放到我手摸不到那根钢丝为止那就舒服很多了。然后从那次回来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开了窍一样的那个鹰我们后来给它安置到那个就是当地的一个农业局还是林业局，好像是林业局里面他们有一个类似可能相关的办公室，动物保护的办公室，我们给它送到那边去了。这是因为后来他们到底救活了没救活，我们也不知道是拿去吃掉了呢，还是给他那个。那我宁愿相信他们是把他们安置起来，或者说也许是给他安乐死。那我相信这个鹰是有灵气的。自从那次之后呢，我就不一样了。我回来之后就是说，以前我大学的时候我就修过2门选修课，其中一门课是周易八卦，另外一门课是那个证券投资这两门课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这个证券投资让我把所有的我的钱都输光了，我现在非常穷这也是导致我现在要来油管上做视频的其中一个因素。然后这个周易八卦的话，我当年在那个读选修课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20几岁就完全不懂。那老师可能也讲的不好，还不知道我这个整体这个缘分没到，完全没懂。但是当时有一本书留下来，然后闲而无事我就把那本书拿出来。那时候不是正好疫情了嘛，没什么事，我原来做点小生意，那生意做不下去，我就在家里面看书把这个书就看懂了，慢慢就懂了，懂阴阳了，懂阴阳，懂八卦。完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好像开了窍一样。那时候也接触了一些其他人的，懂阴阳之后，我还在网上这个油管上看到了这个南怀瑾当然原来在国内他们也可以看到，但是我没有缘分，我一直没有看过他的视频。南怀瑾、南禅七日，这个萨古鲁在油管上有不少那个东西，我看了萨古鲁，后来还接触了这个叫什么张之顺，这些都绝对都是大师。当然这个南师他自己也没有开悟，他自己都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入定过，但是他这个思想，他说的那些公案，他都是对的。只要你足够有智慧的话，你能从他的那个里面讲的公案和故事里，你能得到你的东西。然后包括这个张之顺他应该是有道的，但是他的东西我看的不多，因为他留下来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他其中讲到气了，他就说他有一视频里面说，他说你看那边山那边那个雾雾气腾腾的那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是最好的，这个地方就是最有气。我现在想想也有道理。他为什么就在那个山边上结雾，他不在其他地方结雾，那个雾而且还在动，那是有道理的。就像以后我会跟大家具体讲为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有道理。这个南师讲过一个公案，
其中有一个老和尚跟人说说禅的时候就说，水在瓶中云在天，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同一种物质不同的形式，形式不同了就不一样了。当然还要我要具体说这个水我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之一了。这个就是所有的秘密和能量就在那里面。我再说些什么呢？我看差不多，今天就说到这里吧。这个这个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地方，可以在下面留言。因为有时候我凭空说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自知自己是现在这个境界是有点不一样了。大家如果交流交流，肯定能会有所得。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